這是盜墓洞啊！我看看是怎么进去，有点难啊。咱们去探索一下啊。从这里慢慢进去。哎呦我的个！哎呀哇，没什么，这就到洞里边了。嗯，它里边应该是有这个墓，这人肯定能钻进去，但是只能够钻一个人。哎，只能爬一个人进去。真是想不到，他们居然住在坟地里。你见过住在坟地里的村子吗？这膽子也太肥了！你怎麼也不敢相信，一個村子幾百號人，居然一直住在一個大墳堆上，世世代代永不願離開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可以說，在我國，無論是普通百姓，還是達官貴人，都十分注重風水。那麼，為什麼這個村子會起一個特別瘆人的名字？白天聽到還能接受，如果是在晚上，那麼聽起來就要起一身雞皮疙瘩。如果你也好奇是什麼樣的人，什麼村子願意把世代後人放在墳地裡，那麼就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接着往下看。在山西南部呂梁山腳下，有這麼一個普通村子，街道上豎立着各類石像石馬，村子名稱聽後更是讓人匪夷所思，大家都叫它墳上村。傳說村子就是建立在封土堆上，而現在村裡所生活的人，都是以前守陵人的後代，他們祖祖輩輩要守着身後的墳墓。這座墳墓當然不是普通人，而是明朝一位超級大人物。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條大馬路，在600年前我們是不可能在上面行走的，這在古代可是神島，就在站在路附近都要被拉出去砍頭。通過跟村裡的老人打聽，才知道身後的陵墓其實是一位明朝開國皇帝的孫子。村子到處都能看到石羊、石馬、石人，這些都是經過幾百年風吹日曬留下來到守陵證物，而很多的石人竟然還在後人建造的房門前，有的甚至就站立在窗戶前。不說別的，大晚上要是突然看見一個人頭站在窗外，我估計還是會有一種莫名的害怕。而對於墓主人的身份更是值得好奇，因為這樣宏大石人一直守候墓主人，可見墓主人身份地位顯赫。在古人看來，即死也是生，生生死死不斷循環，所以墓主人就要安排石人石馬石像作為靈石衛隊。說起這位墓主人，大家都知道朱元璋，墓主人就是朱元璋長孫朱繼熹。朱繼熹從小就深受朱元璋疼愛，一直跟隨朱元璋在南京皇宮長大。朱繼熹是朱元璋第三兒子朱剛的嫡長子，也是當時除了太子朱標外最受疼愛的皇子之一，一度勝過後來的明成祖朱棣。當時朱元璋為了讓皇長孫朱允炆順利繼位，在鏟除朝堂老臣上的一些手段中，還將其他幾個兒子安排在應有的位置上，讓他們相互制約、相互克制，來鞏固穩定的大明江山。在所有皇子中，朱剛和朱棣則分別不同安排在太原和北平，這可是所有皇子中較為厲害角色。那為什麼朱繼熹為什麼會被拍埋在山西呢？這是盜墓洞啊！我看看是怎麼進去，有點難啊。咱們去探索一下啊。從這裡慢慢進去。哎呦我的個！哎呀哇，沒什麼，這就到洞裡邊了。嗯，它裡邊應該是有這個墓，這人肯定能鑽進去，但是只能夠鑽一個人。哎，只能爬一個人進去。真是想不到，他們居然住在墳地裡。你見過住在墳地裡的村子嗎？這膽子也太肥了！你怎麼也不敢相信，一個村子幾百號人，居然一直住在一個大墳堆上，世世代代永不願離開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可以說，在我國，無論是普通百姓，還是達官貴人，都十分注重風水。那麼這個村子會起一個特別瘆人的名字，白天聽到還可以接受，如果是晚上，那麼要起一身雞皮疙瘩。如果你也好奇是什麼樣的人，什麼村子願意把世代後人放在墳地裡？說到朱繼熹，我想說就是他真是太冤枉了。原本就不願過問篡位的事情，但由於朱元璋認為只有朱剛才能克制住朱棣，所以兩兄弟也是各得一方。但讓朱元璋沒有料到的是，朱剛只活到了41歲就英年早逝。洪武31年，也就是公元1398年3月12日，朱剛突然離世。當消息傳到朱元璋耳朵時，朱元璋也是悲痛萬分，一份是失去兒子的痛苦，另一份是設計多年的人設安排也遭到變故。
可以說朱剛的死也為朱棣後面發起靖難掃除了一切障礙。3個月後，朱元璋也過世，朱允炆繼位，而在朱剛那邊也由他的兒子朱繼喜繼位。那麼後面的就是朱元璋的子孫開始內鬥。這是盜墓洞啊！我看看是怎麼進去，有點難啊。咱們去探索一下啊。從這裡慢慢進去，哎呦我的个多！哎呀，哇，没什麼，这就到洞裡邊了。它裡邊應該有這個墓，這人肯定能鑽進去，但是只能夠鑽一個人，哎，只能爬一個人進去。真是想不到，他們居然住在墳地裡。你見過住在墳地裡的村子嗎？這膽子也太肥了！你怎麼也不敢相信，一個村子幾百號人，居然一直住在一個大墳堆上，世世代代永不願意離開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可以說，在我國，無論是普通百姓，還是達官貴人，都十分注重風水。那麼這個村子會起一個特別瘆人的名字，白天聽到還可以接受，如果是晚上，那麼要起一身雞皮疙瘩。如果你也好奇是什麼樣的人，什麼村子願意將世代後人放在墳地裡？隨着先皇的過世，朱棣很快就發動了篡位。當然，朱繼喜對朱棣的篡位並不滿意，畢竟這位四叔在父親朱剛在世的時候是不敢這樣做到，就是因為對朱棣的不滿，被自己同父異母的弟弟朱繼煌給出賣了。朱繼煌跑到朱棣身邊煽陰風點鬼火，朱棣原本就對朱繼喜倍感憎恨，加之朱棣跟他的父親也是多年的制衡，所以對於朱繼喜，朱棣還是有些忌憚。現在既然有理由削弱對方，雖說朱棣登基成為皇帝，但由於先皇朱元璋的精心設置，朱棣也只能採取懷柔政策，一邊安撫朱繼喜，一邊尋找替代他的人。而朱繼煌的出現給了朱棣機會，於是朱棣安排朱繼喜給父親朱剛鎮守陵墓去了。雖說弟弟朱繼煌翻到了朱繼喜，當上了晉王，沒有得到改變，反而更加變本加厲，毒害嫡母謝氏以及軟禁朱繼喜侄子以及其他身邊人，可以說是無惡不作。然而朱繼喜在被一直軟禁了10年之久，出來後就已年過半百，10年後在宣德10年過世，享年61歲，而他死後就被埋葬在這裡。當然晉王死後也一樣是有人需要給他守靈，所以這裡的村民就是最初給晉王守靈的後人。